5月7号，极狐阿尔法 S 全新 HI 版本上市了。时隔1年，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刻。我相信你们肯定也等了很久。很幸运的是呢，我们这次收到了邀请，去北京体验了最新状态下的阿尔法 S 和这套智能驾驶系统。不过很遗憾的是，上海还在疫情居家的状态下，所以呢，我也只能在家来录这期视频。大家看我这个头发，可能也能看出我应该很久没有出门了。如果拾音的效果没有特别好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见谅。这一次呢，我们北京的辅助驾驶测试员小伙伴呢参加了这次活动，所以华为的 ADS 能力上到底有没有变化？我们又体验到了什么新的功能？过去这1年，极狐跟华为都干了啥？这次我们在北京体验了这套辅助驾驶，也是华为 ADS 第一次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公开展示。虽然是在北京体验，但是5环内呢是没有高精地图数据的，所以无法使用导航辅助驾驶。所以呢，我们需要自驾到5环高架入口再开启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志已经亮起来了，我们可以双击。智驾导航辅助已激活。智驾导航辅助已激活。它现在就是自动提示变道啊，然后我们可以轻打方向盘确认换道。但因为侧后向有车，所以说它会适当减速，找机会去换。后面又来了一辆车，一直在动态的调整速度来找这个最合适的机会飞进去。找到机会了。我们可以看看。环路的路况对于这套系统自然呢没有太大的挑战，不过测试的时候呢刚好开始下雨了，挂在激光雷达和摄像头前的水滴和扬起的水雾呢会对传感器带来比较大的干扰，这也促成了第一次 ADS 的雨天测试。虽然雨不大哈，但是因为刚刚上午下了比较大的雨，所以地上有很多积水啊，周围的车辆它这个反起来的这些水雾还是比较重的。这些水雾其实对于激光雷达来说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还是需要用比较重的这个 AI 的算法来去除掉这些雨雾啊。然后我们现在自动，雨突然变大了，我们这时候要自动驶出大道。不过无论是环路还是市区，当前的雨量对这套系统的工作呢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下环路之后是一个左转，系统的起步速度呢很快。即将完成转弯的时候呢，后方有辆车想汇入我方车道，系统呢迅速做出了避让。来到一个新的路口，面对右侧河流的车辆，系统呢预测了行驶轨迹，提前做出了避让的动作。这波操作呢确实很有安全感。接下来呢又是2个左转和2个右转，系统呢操作行云如流水。很遗憾的是，北京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都进入了居家办公的状态，路上呢也比较通畅，对于极狐阿尔法 S 来说呢并没有太大的挑战。大家的疑问可能和我一样，这1年到底进步了吗？华为都干了啥？首先，在现场呢可以体验到的是，这套系统的风格呢已经更加娴熟，更像一个老司机了。整个体验过程中呢，没有突兀的点刹，每一次决策呢也都跟人类司机非常相似。准备在这儿进行一个左转，这个左转路口很大。他捡到黄灯了，他已经捡到黄灯了，所以他就决定了不闯那个红灯了，不去抢那个黄灯了。多变的城市道路中呢，系统不再刻板的保持在车道中间行驶。如果右侧近距离有车，系统呢会主动偏向左侧行驶。这种让驾驶员非常有安全感的拟人化小细节，贯穿了整个行程。下面这些大车，你看我们的方向盘都会微微的调整，非常轻微的调整，让来和这些车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前面过来了一个老大爷。看我们的车能不能减速，减出这个老大爷了，并且我们的轨迹线做了一个避让，我们再往向左避让开这个老大爷。就我们目前体验过的点到点的智能驾驶的车型来说，华为 ADS 这个是目前体验最好的。我们要在这汇出，你看它很智能的选择了左边这个车道汇出，是因为它知道接下来马上我们还要靠左走，所以它没有选择去右边那条车道，然后再换回来。另一点呢，就是泛化。在此之前呢，这套系统的主要测试跟调教呢都在上海，但是每个地区呢都有每个地区的道路风格和驾驶风格。为了让这套系统呢在每一个城市都有比较好的体验，工程师呢需要不断的测试优化。截止到发布会之前呢，华为已经完成了120万公里的泛化测试。如果到这里体验就结束了，我相信你们肯定不接受，这什么玩意儿啊？还不如把去年4月的视频再看一遍，看看进度条，这才哪到哪啊？这次华为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AVP 代客泊车。
这个功能呢，有一点类似于小鹏的停车场记忆泊车，但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小鹏记录的是一条路线，而华为记忆的是整个停车场的模型，所以实现的功能和能力呢，都是一个更高的维度。首先，这个功能呢，在任何一个地下停车场都是可以使用的，它不需要任何场端设备，完全依赖车身自身的传感器实现。所以在使用之前呢，需要手动行驶进入地库，把停车场扫描一次，才可以使用 APP。说白了呢，就是带它认个路。认路的时候也不需要手动开启这个功能，你只需要按照你日常驾驶的习惯正常驾驶，停到你想要去的车位，系统呢就会在后台默默记录下这个停车场。步骤完成了，然后它这个提示发现了新的收藏点，收藏后可用于自动泊车。那我们尝试收藏一下，这个公司确认收藏。这一点呢真的是非常赞，自动化程度很高，体验呢也很无感。之前基础自动泊车的评测中呢，我们就已经提到过了，自动化程度越高，使用门槛越低，只有门槛越低，功能呢才有价值。进入地库之后呢，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和雷达实时扫描整个停车场，这套系统呢同样可以实现跨楼层的能力。把整个停车场扫完之后呢，系统会用自身的计算芯片建出整个停车场的模型，存储在本地，算的速度呢也非常快，基本没有等待的时间。可以看到这边 AVP 地图构建中，对速度很快，已经90%了。说话功能已经95%了，96、97。下面是地图可用于 AVP 自动代客泊车，99、100。这个是跟这个没关系。对的，这张图已经构建好了。第二次来到这个停车场，则可以直接使用 APP 功能，让系统自动从入口开到收藏的车位，自动兜出了我们刚才构好的这张图，这是2层的图，一会儿可能就要切换3层。好，那我们试一下。自动泊车已激活。自动泊车已激活，好，然后它开始走了。刚才我们也提到，极狐阿尔法 S 记录的是整个停车场的模型，所以相比记录一条路线的小鹏呢，有2大优势。第一就是记忆的长度达到了3公里，比小鹏的2公里呢更长，而且记忆路线呢也没有了不能交叉的限制。所以它不只是按照距离，它是整个这个面积，整个这一个大的面积几层那个面积全部把它填全，中间的道路拓扑全部都构建出来。第二点就是有了整个停车场的模型，在地库入口呢，你可以直接选择你想要停的车位，目标车位呢不局限在收藏的车位和沿途的车位。如果你选择的是一个新的车位，去往目标车位的路线呢和之前记忆的路线呢也没有任何关系，系统呢会非常聪明的选择一条最优的路线。自动泊车已激活了。对，它这次就自动超近道了，它就不往上那边绕了，又超了个近道。而且最惊艳的是，如果你选择的车位有车，系统呢会主动停到周围有空的车位，这点简直是 YYDS 太聪明了。目标车位备占，自动寻找空车位。它给我们找了另外一个空车位。看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如果每个停车场在用之前呢都要完整的扫一次，那岂不是很蛋疼？这就是极狐阿尔法 S 体验做得好的地方了。首先，并不需要扫完整个停车场，完全可以扫多少用多少。其次呢，工作人员也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在热门地段商超去扫一些箭图，这样用户呢即使没有去过，到了之后呢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这次停车场呢比较空旷，所以呢我们并没有体验到避让绕行的能力，这一点呢只能在后期体验了之后呢再来补充。完整的一定到底呢我们也已经发布了，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看。不过就泊车能力来说呢，我们上次已经体验到的泊入速度呢基本上稳在3公里每小时，非常快。另外呢，即使你找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车位，系统呢仍然能够规划出路线停进去，这一点呢真的是远超了很多人类司机。而且呢，系统还会把行驶路径的意图呢展示在可视化的界面上，这一点呢要给绝对的好评就是这个全景的界面嘛，真的说不上是好看。到这里，所有的体验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不出意外的是，极狐和华为再次入场，又刷新了我们的认知。而且随着 AVP 功能的推出，华为呢也无限接近停车场到停车场点到点的智能驾驶。所以现在呢，压力就来到了小鹏、理想、蔚来这些新势力车企上，尤其是理想跟蔚来还没有展示过这些能力。虽然小鹏呢是第一个提出停车场到停车场智能驾驶概念的，但就目前而言，华为 Beta 版的系统呢体验确实会更好一些。城市导航辅助驾驶的市场呢仍然处于起步的初期，泛化的难度呢也远超我们的预期。比尔盖茨曾经说过，我们总是高估1年或者2年中能够做到的，而低估5年或者10年中能够做到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抱着短期一步到位全自动驾驶的想法看待辅助驾驶，但也不应该低估辅助驾驶长期对我们的价值。
OK，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也非常迫切的希望极狐能够早日的交付，因为高阶辅助驾驶能力呢有太多无法传达的感受，一次体验呢足以颠覆认知。这里是4号车库，我是63。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也希望上海早日解封，拜拜。当然，这个车的最大核心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高阶自动驾驶系统。这个自动驾驶系统，这个它的硬件能力，刚才我们聊天中也说到了，是当今世界上自动驾驶硬件能力的最强大的。我们发布这个体系的时候，也许它的能力还不够强，但呢，大家一些耐心，给点时间，让这个车在马路上跑起来，它的能力会越来越强。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努力创造奇迹啊！谢谢。